我要记录这一幕。几乎每一天啊，每一天都一定会经过的地方，一定要记录一下。好啦，这边就是我每次回家的地方。这条路哦，观众朋友，对我来讲真的是意义重大。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在这条路上哦，我走过无数个白天跟夜晚，我在这边思考过很多东西啊。这条路前面就是 Bedok Reservoir 啦，我每次放工了过后，有时候会去那边跑步的。又是同样的场景，有没有很熟悉？是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一样是住在 Bedok， 就是前面这里。嚓啦，我又回来了。我离开新加坡的那一点哦，就在这边上 taxi 的。Bedok 我太熟了，所以可以找到很多很适合拍摄的地点。我都知道在哪一个角落啊会比较少人，然后比较清静，比较可以跟你们分享我内心的想法。那现在呢，就来跟你们谈一谈我的爱情还有我的家庭。所以呢，我在加入这间银行不久过后哦，就在2017年的11月5号，我就跟纪嫂正式的举行了我们的婚礼。因为之前我们只是订婚嘛，虽然那个已经算是正式成为夫妻了，可是我们还没有行华人礼。就在我进了这间公司过后，收入也比较好了，所以呢，我们就在11月5号进行了我们的婚礼。也因为在加入了这间公司过后呢，我的 financial status 哦，真的是非常的稳定，在那个时期啦，都跟你们讲了，每个月换成马币的话，真的是月入过万，所以呢，真的是很 stable 的。我们就去了很多个地方，也就在我们婚礼了过后，去了印尼的巴厘岛度蜜月。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不敢去那边，因为有一个传说就是讲，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去那边的话，就会分手什么之类的啦。接下来呢，在2018年的3月份，我们也去了台湾。紧接着4月份呢，也去了泰国庆祝我的生日。再下来就是到8月份啦，我们也去了澳洲。那个时候，小番薯已经在纪嫂的肚子里面了，我们也是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到了。再跟着下来呢，就是在2019年的2月份，小番薯就正式来到这个人世。那小番薯的出现呢，也是真正改变了我跟纪嫂的人生，也算是一个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有了小番薯的出现哦，我跟你们讲，那时候我们在新加坡啦，就算是 COVID 都好，每一天啊，早上、下午、晚上10句里面啦，有9句是离不开小番薯的，就会讲很想念我们的小宝贝啊，不还在周末啊。可是现在呢？我们反而觉得很烦，这个就是转变了。那现在呢，就让我来告诉你们，我在那个时候到底是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而决定离开一家福利那么好的公司。第一就是这份工作内容，其实我根本一点都不喜欢。但是我为了那份薪水，我硬要做。我明明就不喜欢这样子的工作性质，我明明就不喜欢每天哦那么紧凑的8个小时，几乎每分钟都在跟顾客讲话。我明明就不很享受这种 shift 的工作。可是呢，为了这个那时候对我来讲所谓的高薪，月入过万马币，然后我就硬的待在那边。我明明都不喜欢那个环境，可是我就是这样沉下去，只因为我舍不得这间公司的福利，我舍不得这份薪水，这种里面负面的想法就积少成多，越堆越高，堆成了一座山，结果就没有很好的保护到心理这一块。再来就是我非常的 lost。我那个时候哦，一直在想，如果我辞职了，我要做什么？一直不敢踏出那一步。你看，我从 travel industry 一直到 leisure travel， 再到 corporate travel， 再到 financial advisor， 一直到银行。可是我这些工作哦，都还是属于比较 entry level 的，非常容易的被取代。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又不是很会选工，我也不懂我自己的程度去哪里，我什么都不敢，原地踏步。但是其实哦，我还蛮感谢那个 COVID 的啦。如果不是因为 COVID， 然后不是因为我对女儿的思念，我也不敢做这样子的决定了。可能如果没有 COVID， 我还是在那边 suffer。那一段时期呢，还没有辞职之前，我已经开始做 YouTube 了嘛，我就发现到，YouTube 有收入，然后就是做 Grab 也是有收入，就可能有这2个 backup 吧，就让我决定说 OK 放手一搏，就这样子裸辞啊。
想念小番薯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啦。不是这份思念哦，我跟纪嫂也不敢做那么多东西，可能还在那个老鼠圈里面一直打转这样子。然后就因为以上的这些因素，就让我自己沉淀下来，整理了一下我的思绪，然后去想我是不是应该按下暂停键休息一段日子。因为讲真的，那个时候啦，感觉到自己快要得忧郁症了。可是好彩是没有啦，因为其实忧郁症哦，不是讲你要有就有的，我们也不可以拿忧郁来做借口去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想法。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OK， 暂停一下，远离我每天接触到的东西。这个 break 其实还蛮长的嘞，你看到现在2年多了，之后事情呢就已经全部被记录在这个频道里面了。我每一部作品都是在我裸辞过后真正的现实生活，全部都记录在这边，所以我觉得是蛮珍贵啦，又可以跟你们分享。那如果你给我让这份工作打分的话呢，我会打多少分？再一次声明，是工作内容 ，OK， 不是针对那间银行，我会打4分，真的。我觉得不是每一个 department 都是这样啦 ，OK。首先哦，在 call center environment 对吗？你每一天哦都一定会接触到一些比较蛮横无理的顾客 ，OK。So 那个 environment 就已经是 minus 很多个分数啊。再加上里面哦，如果有一些 team leader 啊，或者是员工，你的可力跟可力之间的一些关系不是很好的话，就整个 environment 会变得很 toxic。尽管 management 哦，他们怎么样的去把这个 environment 变得很 lively 啊，尽量的灌输你们这种 positive 的想法都好，这些东西都还是一样在发生着的。它的 environment 就是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他们做得很好啦，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氛围都弄到比较偏向 positive 一点。但是这些东西确实是还存在的。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 environment， 好像感觉上没有一天哦是很 peace 的。有啦，就可能1个月里面几天哦，就是静静这样子过啊，然后也是要你的心理的那个素质很好啦，就你不会对那些 customer 讲的话有任何的 reaction。每次都有很多人讲哦，你可以不要去 react 啦，你 react 了呢，你就会这样子哦。但是很难的，你懂吗？一天呢，讲真的，我有试过啦，可以接到整100多通以上的电话的，要么就70-80通是一个 average 每天哦，因为那个 call 其实很快嘛，有些是 annual fee 啊，打进来 wave 了就算了。但是如果有一些是关于那种 reward redemption 的东西啊，这些就很麻烦了，他会要一个 reward 去叫你算出来啊，这样子的 customer 是我们最讨厌的。而且这有时候会 involve 到别的公司，好像 airlines 啊这些真的是我在想回去我觉得很恐怖，所以我会给4分，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可能对我来讲啦，因为我的个性哦不是那么 customer centric 的，我不觉得 customer 就一定是对的。如果你是很 customer centric， 你觉得客户永远是对的啊，这份工就非常适合你，你就非常适合客服。可能我的人格吧，我的性格就属于比较有主见啊，你懂吗？你做客服哦，你就是要很服从命令，客户讲什么你都要 say yes， 讲 sorry。那个是我刚刚出来做工的时候的那个性格表现。我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的，可是现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哦，就比较有想法了嘛，然后就变了哦。4分。Yeah， 没有对没有错 ，OK， 也不是这间公司的问题，是我本身对这个工作内容的性质，我自己打的分数。有些人可以在那边很久，就好像我有一些 senior， 他在那边超过20多年了啊，他都还在里面 serve customer， 然后他很 enjoy， 虽然有时候也是会听到他敲桌子什么之类啊，但是他还是做很久。而且我发现女生会比较细心，当然你要讲男生的话也是有好几个啦，安哥这样的咯，就很温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对这份工的一些看法啦，就分享给你们知道一下，也只是我个人的经验。OK， 其实还有很多啦，就还没有跟你们分享出来，因为如果要去到很 detail 的话，1个小时都讲不完。可能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开 live 啊，或者是有一些 Q&A section 的时候，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抛过来。在我辞职过后的事情呢，就全部都被记录在G频道里面啦，这个频道里面，所以过后的事情你们都可以去看了。我也不知道这一集呢会不会成为新加坡就职系列的最后一集，可能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啊，想要我去找一些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或者是新加坡人，不管是什么国籍都好啦，如果你们想知道他们的工作状况，可能你们可以留言一下，或者是给一些 idea， 看一下还可以怎样去延续这个系列。我也不懂你们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个系列，收发7集都是在讲我自己的经历，还是如果你们有谁是有这种分享欲，想要
要分享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 PM 我，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去延续这个系列。不管在马来西亚或者在新加坡做工的都可以啦，我觉得我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啦，但是我不懂你们会不会很喜欢看这样子的内容，就留言一下吧。喜欢的话就写一个喜欢，不喜欢的话就不用留言 ，OK？ 好啦，所以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这个系列就暂时画上一个句号，我也不懂。看你们 ，OK， 下面留言。如果喜欢的话，觉得这支影片有给到你们一些帮助，或者是你们现在有想要去银行工作的，听到这些有什么感想，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再声明多一次，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对这个 department 的一些想法跟看法而已 ，OK， 不代表全部，这个非常的个人啊。如果对你们有帮助啊，有给到你们一些启发，或者是一些有用的信息，就给我一个赞。我们下一次影片见，拜。